大家好，我是美厨娘 Lily。苹果别直接啃着吃了，今天分享苹果你从没吃过的做法。把苹果切成小块，淋入3个鸡蛋。做法比蛋糕简单，比馒头好吃，而且常吃呢，健脾又养胃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，我们准备2个苹果和3个鸡蛋。我们先把鸡蛋和苹果放一旁，接着准备100克小米。把它放入大碗中，倒入适量的清水，没过小米。我们把小米淘洗一下。在淘洗小米的时候，千万不要用力的去搓洗，那样会破坏掉小米表面的营养成分。用手轻轻的抓洗几遍就可以。清洗一遍之后，把淘米水倒出来，淘米水不要扔了，可以用来浇花。再倒入适量的清水，没过小米，用手抓拌均匀。抓匀后放一旁浸泡半个小时。接着再准备1节铁棍，山药洗净后放到面板上，选择粗的一头，插上1根筷子，然后戴上一次性的手套。左手拿出筷子，右手拿出削皮刀，把山药皮削掉。我们在给山药去皮的时候，一定要做好保护措施，防止山药的粘液粘到手上，手会特别痒。去皮后再把山药清洗一下，放在案板上，然后把山药切成薄片，尽量切得薄一些，这样更容易蒸熟。切好之后放入盘中，冷水上锅蒸，盖上盖子，大火蒸15分钟。接着来处理苹果，把洗净后的苹果放在案板上，把苹果对半切开，再把苹果分成4份，取1小块苹果，把苹果核去掉，苹果核有微毒，不能吃。然后把苹果切成长条，再切成小块，像视频中这样大小就可以。切好之后放入大碗中接着，再准备3个鸡蛋，把它倒小碗中。做这道美食呢，鸡蛋可以多准备几个，这样会更加的营养好吃。用筷子搅散，搅散后再把鸡蛋液均匀的淋在苹果上，给它全部倒进来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每一块苹果都能裹上一层鸡蛋液。现在我们的山药也蒸得差不多了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戳1根筷子下去，能够很轻松就能戳穿，说明就已经蒸熟了。再把它取出来，先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的小米泡得差不多了，取1颗小米，用手一捏，很轻松就能捏碎，像这样就可以。再把小米倒入漏勺中控干水分，接着准备1个料理机，把鸡蛋和苹果到料理机中，再放入山药，再把小米放进来，再加入100毫升纯牛奶，盖上盖子，给它打成苹果山药糊，尽量多打一会儿，搅打得越细腻越好。搅打好以后倒大碗中，像这样细腻浓稠的山药面糊就可以。再往里边加入5克酵母，加入40克白糖，促进酵母发酵。喜欢吃甜的可以多放一些。用筷子搅拌均匀，搅拌至酵母溶解。搅匀后再加入300克普通面粉，继续用筷子搅拌均匀，顺着一个方向搅拌，哪里有干面粉就往哪里搅拌。面粉呢，我们要分次少量的倒进来，最后搅拌成这样细腻顺滑、无颗粒状的面糊。搅拌的时候感觉阻力特别的大，像这样就可以。再盖上保鲜膜密封起来，放一旁发酵至原来的2倍大。趁这个时间准备10克红枣，把它放入大碗中，淋少许清水，把红枣打湿，再加1勺食盐，加1勺食用小苏打，用手抓拌均匀，让每个红枣都能裹上一层小苏打用。红枣表面有一层褶皱，里面是藏污纳垢的好地方，只用清水洗很难清洗干净。这里加小苏打呢，小苏打水碱性物质有很强的去污能力，能把红枣褶皱里面的杂质和灰尘彻底的清洗干净，抓拌至水变得特别浑浊。再倒入适量的清水，把红枣好好的清洗一下，把表面的小苏打清洗干净。清洗一遍之后，
控水捞出，再放入另外一盆清水中，给它多清洗几遍，直到把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洗净后放入盘中，再取出一把厨房剪刀，把红枣剪成小块，把枣核去掉，然后再像我这样把红枣剪成红枣丁，这样剪出来的呢会更加均匀，比用刀剁出来的口感会更好。全部剪好后，先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的面糊发酵的差不多了，我们打开保鲜膜看看，看一下体积已经变大了很多，变得胖乎乎的，像这样说明就发酵好了。然后用筷子搅拌一下排气，顺着一个方向搅拌，尽量多搅拌一会儿，把里面的气孔排干净，这样做出来会更加的蓬松暄软。气孔排干净以后，再把红枣块放进来，继续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红枣块完全融入面糊里。我每天都在用心的教做菜，你还一直没有给我点小红心呢。一个小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但是对于我来说却高兴到睡不着觉。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最后搅拌成这样的状态就可以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准备一个圆形的模具，倒少许食用油，用刷子刷均匀，底部和周围都刷上食用油，防止粘连。刷好油以后，在底部撒上一些白芝麻，点缀一下，这样吃着会更香。再放一点点这种绿色的冬瓜糖，没有的可以不放，这个主要起到点缀的作用。然后再把面糊全部倒进来，用勺子铺平铺均匀，把表面整理平整。整理好以后盖上盖子，二次发酵20分钟。20分钟后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看一下体积已经变大了很多，变得胖乎乎的，像这样说明就二次发酵好了。在表面撒上一些白芝麻，点缀一下，这样吃着会更香。然后再放一点蔓越莓干点缀，像我这样转着圈的摆放。全部放好后，再盖上耐高温的保鲜膜，在冷水上锅蒸，盖上盖子，大火蒸50分钟。时间到，关火焖5分钟，再打开盖子，用手指按压，能迅速回弹，说明就已经蒸熟了。再把它取出来，再把保鲜膜揭开，晾至不烫手的时候，用小刀在周围画上一圈，这样方便脱模。再给它倒扣脱模。把底盘取下来看一下，底部也是非常的漂亮，非常的平整，用手按压能迅速回弹，非常的有弹性。再给它翻一下面，为了方便食用，给它切成小块。我这里给它切成了4块，切的时候都能感觉到非常的松软。还有浓浓的苹果香味扑鼻而来，边切边流口水。切好后放入盘中，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像这样非常好吃的苹果山药小米发糕就做好了。刚出锅时热气腾腾，轻轻一按，松软的不行，弹性十足，咬上一口香甜的味道瞬间在口中散开，满满的幸福感。浓浓的苹果香味特别突出，不是那种香精味，而是清新自然的果香，闻着就很治愈，每一口都能感受到苹果的香甜，再加上红枣的香甜，整个发糕的味道更有层次。这次加了小米和山药，不仅营养丰富，口感和味道更是上了一个层次。这样做的发糕好吃，还不会上火，常吃呢还可以健脾养胃，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。喜欢的朋友一定要收藏起来试一试哟。好啦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